梅雨季节，空气中湿度高达80%以上，衣物、鞋包甚至家具缝隙都可能成为霉菌的温床。面对衣服上顽固的霉斑，传统方法往往让人抓狂。衣服上面长了霉斑，难以去除干净，我们只要用这种水来泡一泡，就能轻松去除霉斑。方法真是太棒了，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第一步，我们要把衣服放在太阳下晒干。晒干了之后，拿把刷子过来，把衣服上面发霉的地方给刷几遍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霉斑上面的霉毛给擦拭下来，这样就有利于我们下一步的清洁。我们在有霉斑的地方挤压上一些牙膏，用手搓一会，让牙膏渗入衣服的缝隙处。牙膏有美白、清洁的作用，我们拿来清洁一些污渍也是比较不错的。我们准备一些淘米水，在淘米水里面倒入一些白醋，白醋有软化污渍的作用，而淘米水用来清洁衣服的一些污渍也是比较不错的。我们把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，我们把有霉斑的衣服放在溶液里面泡一泡，一边浸泡，一边把衣服给搓洗一下。特别是涂抹上牙膏的地方，我们要多搓洗一会，因为这些地方是有霉斑的。这样简单清洗过后，衣服上面的霉斑就可以轻松被去除干净了。而且洗过的衣服立马像新的一样干净。如果你家里的衣服上面也出现了霉斑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试。霉斑之所以洗不掉，是因为霉斑是由霉菌生成的，由于湿度大，或因接触汗液、粘水给了霉菌生长的环境。一开始，霉菌会长成白色的绒毛堆，叫做菌丝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霉菌就会因为种类不同变成绿色、黑色、灰色或者黄色，也就是下图的这种黑点点的颜色，就是霉菌生长后期的表现。所以普通的洗衣粉、洗衣液就洗不掉霉斑，要想洗掉霉斑，就必须对衣服进行特殊的消毒杀菌处理才可以。穿上有霉斑的衣服不仅不好看，影响美感，还觉得那么多霉菌在衣服上有一点恶心。衣服发霉去霉斑刻不容缓，现在这天气可真的是不好拿捏哦。一会艳阳高照，要穿薄一点的衣服，一会就是阴森森的，要穿厚一点的衣服。这就意味可能今天穿的是薄一点，明天就是厚一点，来回换着穿。可能有些比较马大哈的朋友就会忘记，有些衣服是穿过的没清洗，时间久了之后也不知道这衣服有没有清洗，就放在衣柜里，下次再拿出来穿这衣服就要发霉了。第二种方法是酒精擦拭。酒精可是个好东西，它能溶解霉菌，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化骨绵掌，让霉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只需要用高浓度酒精浸湿棉球或布块，然后轻轻擦拭霉斑处，霉斑就会乖乖地投降啦。当然啦，不同的衣物材质，咱们也得用不同的方法对付。比如棉质衣物，你可以使用绿豆芽在霉点处反复揉搓，绿豆芽就像一个个小勇士，把霉菌都吃掉，然后再用清水漂洗干净。或者你也可以把发霉的棉质衣物浸泡在淘米水中一夜，让剩余的蛋白质去吸附霉菌，第二天再按正常洗衣程序处理，衣服就能恢复如初啦。对于呢绒衣物，如果霉点不大，晾干后轻轻刷去就行。但如果是因为油渍、汗渍引起的发霉，那就得用软毛刷蘸少量汽油反复刷洗霉点处，然后再用干净的毛巾反复擦几遍，放在通风处晾干。这样一来，呢绒衣物就能重现光彩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
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至于要避免衣柜潮湿、衣物发霉，以下几个步骤方法提供大家参考。步骤1：清空衣柜及打扫。衣服上的天然纤维、残留的皮屑或是空气中的灰尘，都是霉菌的食物来源。因此，放入衣柜里的衣物，除了必须清洗干净，并建议每季至少一次将衣物全部都搬出来，然后针对清空的衣柜彻底清洁，并使其通风、干燥。步骤2：衣服晾干才放入衣柜。关于这一点，可分为2部分来说。放置半年以上的衣服，若闻起来已经有霉味，记得趁着未出现霉斑之前进行清洗，并且彻底晾干，才能再次放入衣柜里。即使脱下来的衣服不脏，并且还要再穿，也不要立即放入衣柜里，因为衣服纤维里可能含有过量的水分，建议至少放在衣柜外晾干1晚，让水分蒸发后再放入柜子里，以免发霉产生异味。步骤3：数量最多收纳 70%。 如果因为数量过多，导致吊挂在衣柜里的衣服贴在一起，将不利于空气流动，很容易累积湿气，进而提供霉菌滋生的良好环境。建议吊挂的衣服之间应保持空隙，而收纳于衣柜抽屉里的衣服也应该维持 70% 的数量，借此留出空间，利空气流动。步骤4：定期开门通风。通风对于衣柜防霉真的太重要了，毕竟衣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，尤其为了防尘、防污，多数人都习惯关上衣柜门板，如此将更不利于排出湿气及异味。建议至少每周要打开衣柜1次，并利用电风扇、循环扇等工具加强空气流通，甚至在夏季时通过空调冷风帮衣柜里降温。另外，若遇上雨天、雨季等天候，记得开启除湿机，降低衣服附着湿气的几率。为了防止衣物再次发霉，咱们也得做好预防措施。每次洗完衣服后，一定要确保衣物彻底晾干，并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。同时定期将衣物拿出晾晒，也是预防霉斑的有效方法哦。好了，清洗发霉衣服的方法都学会了没有啊？可以试试以上的方法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